这里是湖南的湘西，与贵州相邻。这个村落呢，距离贵州的地界是非常近的，仅有1河之隔。以前整个村子住着20-30户人家，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搬走了。其实这个地方啊，通水通电，然后这边啊所饮用的都是山泉水，地理位置按道理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究竟为什么这边的村民都要搬走呢？剩下的这几栋没人居住的房子的周边又剩些什么呢？带着这些好奇心啊，现在我们找到一条小路，沿着小路走到村子，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镜头看到的位置是一处凉亭，凉亭的下方有一棵百年老井。以前整个村子喝的水呢，都是从井里面流出来的。这个地方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整个寨子很难找啊，建在一个山窝窝里面，地理位置是挺低的。感觉以前整个寨子应该还是比较热闹的，但是现在老百姓都搬走了，物是人非啊。看这边的道路都长满了杂草，路面呢都堆满了落叶。其实我走到湘西很多这样的村村寨寨，这样的无人村实在太多了。长大的小孩子呢，到城里面读书，然后工作，赚了钱，基本上都不会想着再回到以前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，大部分都到城里面买了房，然后参加工作，养儿育女。那这样的老房子，随着老母亲、老父亲、爷爷奶奶过世了之后，基本上都闲置了，没人再回来打理了。所以这样的无人村是越来越多。进入房子的路好像还有人清理，但是也感觉啊，整栋房子被这些草丛还有灌木丛、竹林给笼罩着。房屋的结构还挺好的，这边还有电线，应该还是通着电的。上下2层的房屋，外墙呢还贴了瓷砖，1米高的位置贴的是绿颜色的瓷砖，有个色差。这样的房子还挺好看的。整个院子没有多宽，也就几10个平方，都已经是长满了杂草。然后那边是电表。这栋房子把它清理出来，应该还是可以住人的，但是旁边的竹林杂草实在是太深了。看得出这样的一栋建筑应该是90年代左右的建筑风格。房子看起来没有那么气派，它的窗户啊都是用这个纯实木结构做的。现在大部分建的房子都是用铝合金来做窗户，实木结构的已经非常少了，只有在90年代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。窗户呢留的并没有多大，将近也就2米乘2米左右。哇，门口的杂草实在是太深了，比人都还高呢。那边长了2棵小树，如果再不及时的清理，可能过几年比房子都要高。这样的房子啊，感觉好像就没人要了一样的。这个大门呢也是纯实木做的，红颜色涂的漆。门口的位置还装的有户外的灯泡。这个灯泡也是比较老式的那种，不像现在都是用的 LED 节能灯。两边分别有2个，在过年的时候，以前喜欢挂灯笼。房子的旁边还有一块玉米地，应该是邻居在这边耕种的，4-5分地左右。看这边距离这个古井很近，直线过去也就几百米。哇，这边的杂草是更深了，基本上快长到2楼的位置了。这样的房子感觉有一点点阴森恐怖哦。那底下还有2栋木房，我们从那边走下去看一下。
这2栋房子也是多年没人居住，屋顶呢杂草已经爬上去了。来到底下木房的位置了，这个地方依然是杂草丛生啊。首先木房的旁边是有一栋砖结构的房屋，应该是以前他们家的厢房。这里面我们看看有些什么。可能这边以前是一个羊圈之类的。这里还有些杂物。这是一个石磨，以前推那种玉米粉啊，这个黄豆粉用的石磨，在农村里面比较常见。这边应该就是杂物间，以前猪圈啊、羊圈之类的。然后再过去就到了正屋的位置了。房子依然是通水通电的。这栋房子，这个应该是厨房或者卫生间的位置，已经是倒塌了。这个屋顶的瓦片都是散落一地的。这边还有一只蜻蜓呢。然后正屋的位置呢，还保存的比较完好，3开间的木屋。大门口呢是凹进去的，这边靠近贵州，那边呢也是属于苗族，大部分的房子呢都是往里面凹进去。寓意的是大山里面要做吞口屋，对于这个山水环境可能结合的比较好。当然很多东西和当地的民俗风情还是有点关系的。在旁边还有一栋房子，可以看到这2栋木房的门口视野都是非常开阔的，现在都种满了稻田。以前整个这些小山包都建满了房子，大部分啊都把它房子给推倒了，然后重新变为稻田耕地了。这栋房子的门口以前也是有一处老房子的，都拆了，现在都已经是长满了杂草。整个院子好像还挺宽，接近是有70-80个平方左右，还做了一个硬化，也是纯实木结构的房子。但是两边的厢房呢，都是用砖来砌的，那边还是砌的2层楼。透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呢堆了很多瓦片。在这里呢还有个小型的打米机，以前这边可能自家都会有打米机，收上的稻谷自己剥壳打成米，因为这边到城里面一趟实在太不方便了。房子呢都是大概70-80年前的建筑，显得是比较老旧，所有的墙板颜色都比较深，立柱之上都到处都是虫眼。这边有个风车，也是农村里面用的比较多的。收回来的稻谷用风车吹一遍，然后给稻谷晒干，再放到仓里面储存起来。这间厢房是房门打开的，我们可看到里面呢有个床，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了，这里堆放的是有些杂物。这个寨子啊，现在只剩下了3户人家，白天过来到处都是鸟儿的叫声，还有知了的叫声。到了晚上，我相信应该是非常非常安静的，可能啊安静的有些可怕。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，如果让你在这边居住，你敢一个人在这边住吗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